要打草稿吗？今天我每天都打草稿，我也每天。我会把我说的话都记下来。王老师想听什么？想听什么？不是我想听什么，是看你想留什么。晚安。那行。我刚摸了一半。进去了吗？没事，还有一半。冰的，那个吗？耶，人呢？兄弟们，撕毕业手册了，兄弟们。是啊。同志们，来吧，我们撕毕业手册吧。快！你们好了吗？我们来撒他哎，可以撕。春日二班的同学们，你们好。不知道此时此刻，你们翻开这一页的心情是怎样的？是对这一站的不舍，还是对下一站的好奇？在这个不是烈日就是暴雪的春天里，我们一起经历了太多太多。哎，但我们都知道的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一起走进下一个季节。这场旅行就是其中之一。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一起走进下一个季节。这场旅行就是其中之一。非常抱歉的是，告诉大家，由于巨大的不可抗力，我们决定提前终止这趟旅行。大家将无法继续前往原定的童话乐园厦门。我们要在这里说再见了。接下来属于你们相处的时间只剩最后48小时。明天你们将在成都汇合，共度这趟旅行的最后一夜。天哪！哦，难怪他们就哭了，是吗？真的假的？好突然。接下来属于你们相处的时间只剩最后48小时。明天你们将在成都汇合，共度这趟旅行的最后一夜。这啥意思呀？这是？后面没啦，说不定是还给我们惊喜，给我们整蛊。哦，提前终止，好突然啊！还有48小时，他们。等一下，看没有啦？不是。还剩。等一下，后面没有了吗？哎呦，没有下一页了，没有了。不是，干嘛呀？干嘛呀？17哭得好凶啊！我不知道他们撕没撕毕业手册。小狗，小狗，小狗心抱姐姐。小狗太可爱了。不哭了，不哭了，庄慧花，医生要强调中国女人不能哭。说不定是骗我们的。今天晚上我们吃饭不是还聊了下一站想干什么？不是我想再看一遍这个话。爸爸，我第一次知道，我还觉得搞笑。第一次知道笑哭是什么意思啊？他
他说到非常抱歉的告诉大家，由于巨大的不可抗力的时候，我捏不下去了。我今天晚上不想睡觉，我现在就想直接去找他们了，我不管他们在哪儿，我们现在就聚在一块，剩下的这些时间谁也别睡觉。真的关系好啊，他们真的关系好。我前2天我跟大家玩得很开心，真的很开心。我每天晚上我不舍得睡觉。不可能。哎，西吧。我不要在镜头面前哭，兄弟们，我是个 rapper。rapper 怎么就不能哭 rap？ 救命啊！不要这样搞笑！我也是个 rapper。哎，来了，小豪，热能，我们看完了，我们一起， Hello， 我们大家带， Hello， 我们大家带，你们死了吗？你们我们在一起撕裂手册了毕业手吗？册为什么你们这么开心？心态崩了呀！我们哭了一大场，我们已经哭了一大场了。真的。他们好呆，尤其小吴现在，小吴现在终于可以走啦！小吴，我看到小吴是这样。这么开心，你们怎么这么开心？到成都的那天晚上，谁也别睡觉，谁都别给我睡觉，谁都别给我睡觉，好，没问题，你们2个也不许早睡。没问题。挂了，兄弟挂了，成都见。我们成都见好不好？成都见好吧，拜拜。拜拜。太舍不得了。我来看看，我和小白没有经历过的那2天。毕业旅行第1章，海岛乐园，春日巴士将载上你们沿着海岛环行，冲吧少年，世界是乐园。真是挺美好的。别念了，你一念我就想哭啊！谁去了新澳门的城市巡游计划呀？我们是天空之蓝的话，我们就是蹦完极之后就变成这个样子，变成这个样子。我突然看到那天第4天的天空毕业舞会。我说实话，那天是我感觉整个行程以来最开心的一天。那天好像大家所有人都放得很开心。rapper 坚强的 rapper。悬吊。哎呀，我跟着你去。他会不会太挂？裤衩收不住了已经。我现在觉得，我来晚的不是那2天，我觉得我这8天过得都太快了。我也要。真的每一天都太快了。太可爱了！
神经病。我还是很第一天难受，昨天晚上，昨天晚上说能说他要来过来，我们3个聊了好久。我现在觉得我过去的每一天都好可惜。心毛天哪，他们3个一个小白发展一样。回头就能他们来的时候，能不能把这一段 cut 一直剪出来？这个表情我真的是绝了。哎，反正再听点容易哭的歌吧。我的天！我就觉得这首歌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你们7个人，你们走进教室的那一刻，肯定已经很久没有过大家穿着一样的衣服走进一间教室，坐在那里规规矩矩的看着黑板，有新同学进来的场合没有了，以后也不会有了。对啊。其实他们说的是真的是这样，以后也不会有了。不是他们这一段经历真的太棒了。对，他们就想哭够了，就彻底把那个情绪宣泄出来。就是刚刚那个毕业生，我说真的，这段日子在我的一生，我觉得是我22岁最高光的时刻啊！我23了。这个男怎么哭的跟那个悲伤玩偶像？我们不留言，是不是今天就不过了？我不想留言，我也不想留言了，今天一天都不想留。这样这个灯已经打的有点，不知道。哎，其实不用那么悲伤，旅行结束还能一起合住啊。是的，而且现在参与自如急盲盒活动，还有机会解锁1年的房租减免福利呢。在自如 APP 搜索“怦然心动”就可以参与啦。就是又想笑，然后又有一种压着的感觉哈。对，是其实他们两边的方法完全不一样哈。这边是男默女泪，那边是哇悲伤哇。你们生活中会有这种大哭的情况发生吗？嚎啕大哭？应该是前2年吧，就当时也是一个戏，然后我已经开拍了，然后过了几天就一直不下我的通告了，就把我换掉了。我还想去争取，我去现场了。当时我去现场之后，当时那副导演就直接指着我：“你是谁？出去！”就是当时我其实被换掉我都可以接受，我没想到那个副导演是我当时刚去的时候，他就是那种完全哎老师您什么这那这的，但是就是完全被换掉了以后就是另一副面孔。好过分！哎，其实已经过去了，因为当时我比较脆弱一些。对，就是那个哭已经是我觉得我的人生都崩塌了那一刻，对，就完全就是感觉被全世界都否定了的感觉。别难过，我跟金晨认识也是我被换掉了。你心多大呀？老师，其实刚刚我们看到他们那种情绪的宣泄，也挺好的哈。对啊，我特羡慕。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情感这么浓烈吗？
这次其实真的挺多遗憾的。你知道我们节目组本来精心设计了好多东西，就比如说到那个海岛的时候，有一个海岛出逃计划，他们当时准备给每个少年一组人一个岛，都准备好了，但是后来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就是没有办法成型。然后我们今天看到的一直是雾蒙蒙的景色，对不对？对。实际上当时看景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景太美了，所以才会选在那里。后来又准备去厦门最后一站，但是又因为一些不可抗力的原因，所以只能提前结束。太可惜了。旅行有的时候被你记住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第一遗憾和变数，第二被你记住的原因是当时陪伴在你身边的那群人。只要人不变，碰见了很多困难，可能在以后都是美好的回忆。对，人是最好的风景。所以少年们依旧可以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对。哎呦，这咋搞啊？啊，怎么这么突然啊？就是完全想不到啊。原来是真的。啊，真的。我还没跟你这样轻轻松松出去玩一次，每次都在紧张。聊了一会儿，好难受。也不是说以后不见面了，在北京一样也是可以约出去玩的。找他还是很方便。就是有点突然，然后就，不过真的很巧，正好今天晚上在饭桌上把那个话说开了。其实我说白一点，就我感觉出你是喜欢我的，然后呢？你别自恋好吗？你还跟毛衣说怕我沦陷，谁会沦陷？我跟你讲，太自恋了吧！我跟你讲，毛衣他绝对添油加醋，我绝对没有。他说你心里特别害怕我跟你锁死，我要跟你结婚。越传越离谱。我说你这话说有毛病，我发誓。我说的。没呀，别，毛衣，你快点过来！我什么都说过他，我会怕他沦陷和结婚。你现在是不是你想怕我沦陷他？我这话我有没有说过？我发誓我没说过。你为什么说这种话？没有。说结婚沦陷啊！真不错。我没有啊。就搞得我里外不是人嘛！我只是稍微过了一点，但是你确实你说怕他太喜欢你吗？是吗？这是说过的吗？没有，我是觉得我怕他难受，我这是心里话，我是说，我会觉得我很混账，我觉得其他的情侣都是坦坦荡荡很开心的，至少人家喜欢对方的话就会表达出来的很明确，而我不想让你觉得就是在别人眼里好像我们这样快成一对，但是其实我可能让你觉得我送你很多礼物，很喜欢你，对不对？对。我没有那样觉得。那就是我会让你产生很多误会，然后我就不想让你接着这样复杂的情绪纠结，就是我不想到最后一天还那么纠结。你主要是因为快刀斩乱麻，让大家把伤害降到最低化那种。伤害不了我。那就最好，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之前我以为你对我有好感，所以我才想那我行，那我试着接触他吧。你是这样想的？咱们俩几年那么久，对你都没有感觉，几年那么久，对你都没有感觉。他们早点这种状态多好。是的。我都没有心跳的感觉。没有心跳的感觉是吧？那别自恋了。好，我不自恋是我的问题，是我自恋好不好？然后我就说我们也不要把关系搞得很僵，就是我们是好朋友。谁跟你俩关系僵了？是啊，我就刚刚其实我最令我佩服的一点就是你今天释然，而且你很大方，太大方，就是你讲那些话，一生要强的东北女人，就是你讲那些话让我觉得你太勇敢，而且太大胆了，就是讲那种话，就刚饭桌上的时候，真的，我是一个不勇敢的小白兔。你很勇敢好不好？但是我还是挺想跟你说一声抱歉的，因为刚刚毕竟在那么多人面前嘛，我不知道会不会让你没有，我没有，一点都没有，我觉得是我做的特别不好，我必须得要承认这点就行了。没有别的，对，我好像语言障碍一样，就感觉就永远都问不到你那一块。我建议你以后跟我说话打个草稿。跟我打草稿也就是听不明白。今天你想法怎么样？还是毛衣告诉我的。对，但是毛衣今天跟我说怕我沦陷你的时候，到
当时就想合理调解。你知道我今天晚上本来给你的留言还是想骂你的，怎么惩治李志豪？你要怎么骂我？我对你做啥了？你竟然觉得我会沉溺于你？反正你今晚上就好好的骂我一顿，你就在语音笔上骂我。我今天晚上留言才不留给你们，我要留给大家。好，那就好。我想一下，其实我感觉我们虽然没有下一站嘛，但是时间也是不变的。换话题了，毛衣又进来了。对吧？至少大家还能在一块玩嘛，我觉得就已经。不过我还挺遗憾，就是没有轻轻松松跟李志豪出去玩。之前每次出来都想这想那。我其实那天我雪山那天我是很放松的。我那天也很放松。第一天的雪山。我那天荡秋千都跟大地平行了，你知道他把我荡老高了。是，就是我那天是很放松的。不行，擦掉。你早把这些话说清楚。真的，哦，就2个人把自己就跳出来了，从那个关系里跳出来了。没啥时间了。我还没留言呢，你今晚留不留给我？我留，必须留给我。他现在有点像板砖的状态。金北。你们在聊天吗？我们在骂仗。对啊，刚刚在。对，我们在骂战。你坐吧。来这个地方会是。你找一张坐呗。状况。你知道我之前。你坐他很中间吗？你坐。就这。你知道我对你最不感兴趣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那天他给我讲那个电影，快我讲1个小时，把我讲6号了，知道？我讲的很认真，好不好？讲的啥？触不可及，发展啊！然后是我很喜欢那个电影，然后我跟他讲，然后他那里心不在焉，然后我越讲我越不得劲。我听着，然后那天我就说，怎么这样的，这么不尊重我？我说我完全不在状态，然后这样讲了，我跟他说，那我换话题，聊聊情感会不会有点兴趣？结果聊情感他也不感兴趣，还笑死我了！他真的每次讲都能把我讲6号，你知道吗？就我听着，忽然间就走神了，然后等我再回过神来，然后就接不上了。我是有多么的糟糕啊！我在想，太逗了，笑死我了。哎呀，我看看你们前面几天。跟你讲一下吧，明天你们将一同前往海之阁的澳门。这一天是谁来了？双双和那个小白是吗？没有，这一天只有一个人来了，就是孙秀来了。然后我就认识了孙秀，就这一天。哎，但是 ，Hello， 我喜欢索隆。我最喜欢的是索隆。好认真。然后这天，春日运动会，然后我的网球场，我没想到孙秀很勇敢嘛，孙秀那天就毅然决然的来了。对，差不多，完美。那天认识了小白跟双双，他们2个一起来的，然后就是明天是你们在海岛，就是在珠海的最后一天，然后那天是很有意思的毕业舞会，我们每个人那一天随机分组，这一次完全打乱。我是跟夏老师 ，Hello， 来前晚一下。李志鹏跟孙秀去了顶楼，这边，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就在天台上，很美。哇，那天真的很不一样，毕业舞会是很难忘的，其实。他们好像都挺难忘那天那个舞会的哈。没有想到这么快。Go Let's go！ 哇，好冷啊！我想坐秋千呢。我也要坐秋千啊，我也想坐秋千。哈哈。那我坐这儿吧，你俩待一会儿给我的。好。我们今天就不要遵守规则了，我们今天就谁想说啥就上来说。好的。好。从那边开始吧。我就从你那边开始比较好。其实我列了一个草稿了，我就唉，小吴的刘海怎么？因为今天还不是最后一天嘛，然后那些比较会哭的话，我就准备留到最后一次再说。今天主要是想点名一下，点名在场的所有男生吧，小鹏、小豪、毛毛。
就是跟你们说一下。其实对我们女生来说的话，心动就是很玄妙的事情，就可能就是坐巴士坐在前后座，也有可能就是你们两个对视了一下，然后就心动了，就怦然心动了。但是你们就是今天吃饭的时候说到的，什么先开始看一下对方的优缺点啊，合不合？其实我觉得像做算术题一样，就不浪漫了。为什么要把好感量化？不是，听我说完。哎，算你先讲。好。女王说的是，其实没有两个人是天生就是契合的。你们这样子，就是看好感加加减减，这样，我觉得女生是觉得有点委屈的。就其实大家是在先心动，然后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需要磨合的点，然后两个人就会越来越合适，没有天生的合适。我认同。就可能是我们女生的想法，男生可能就不一样，但是还是我想要说的，就这样。好的，可以。我也想当秋千。你坐我你的位置。行。推我一下。OK。使劲推，使劲推。使劲吗？使劲。还要再大力吗？好了，回去吧。好了。就是我感觉作为一个等于说转学生，真的跟大家没有说特别的长时间的接触，但我已经明白到你们每个人的性格，就是每个人就是不同的闪光点，我真的很喜欢大家。大家好，我们现在左边看到的是很多的 black cow。我超远的。我感觉真的好像我好像已经在这里待了很久一样，就跟你们已经接触蛮久的。然后毛毛呢？我觉得你真的挺有自己的思想的，然后我也挺欣赏你的。好的。然后希望之后就是可以就是更多的了解一下你的一些就是比如说电影也好啊什么，就是都可以给我们讲讲这些东西，我特别感兴趣。别，句号。然后鹏鹏，因为我们就是只有我跟你就去单独去约会过嘛。我也没有跟其他人接触过，所以我就跟你说嘛。然后就觉得时间就还蛮短的，就接触时间也不够。你不是说你是个慢热的人吗？好巧我也是。哎呀，那鹏鹏怎么笑得这么幸福呢？然后就是我觉得，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吧。好幸福。就还有2天，就看吧，就看怎么安排吧，然后就怎么玩吧，好吧。你看，眼里只有他灿烂的笑容。然后今天就说到这里。好。哎呀，好紧张。然后我就想先讲小吴，我觉得小吴就是我对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其实第一天的巴士就是跟他就哔哩吧啦讲一些我觉得是有点废话的东西。然后后面我有一天去那个一起去玩赛车那天，好卡头啊！我当天就是感觉做的很不像自己的事情。后面小吴就一直跟我讲，就是你如果真的不想做一些事情，你可以表达出来，然后对我的帮助很大。从那天之后，我就其实会有时候我不想做的事情，我会直接讲出来。然后小吴那天晚上还给我留言了，对我鼓励，反正一直我记在心里。总之挺感谢小吴的。然后孙秀其实我也跟他孙秀接触了几天，特别就是厦门那一天，澳门那一天啊，不好意思，澳门。他特别像个
小女孩，说真的，就是很像那种妹妹的感觉。然后我最后想对，周欣然说，原来他叫周欣然，就是其实我跟他接触2、3天嘛，但是我对他印象是非常非常特别的，非常非常特别的，就是跟其他人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人比较特别，他这个人就是平时讲话就是乱七八糟的，我有点搞不清楚，但是他这个人很有意思，就是我经常能 get 到他那种笑点，就是他那种恶趣味啊。客气。 So beautiful。可以。这样。反正还挺有意思。然后他很真实，他什么都敢讲，真的是非常真实的人，就是他们是凤凰传奇，我们是牛马传奇。不要。他做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的，想要自己去完成，很独立的。我从来没见到过这样的。哇哦。 Hello。然后他还是会准备，比如说小柴胡啊、999啊，然后便利贴，就是那种创可贴这种东西，反正就是他会替别人着想的一个人，我是很少见得到。然后就是我又还挺喜欢这个点的，然后还有什么？我想想，帅哥。 干嘛？怎样？小短腿，我根本不知道。哇！哥哥，哇，有点甜啊，这个地方啊。反正还有好多个点，但是我没有记笔记，然后我就会忘掉，然后出手了又开始，害羞。反正后面还有几天的时间，两天的时间，我觉得还可以大家互相接触，然后我觉得这边是一个开始，也不是个结束，大家以后还有很多机会接触。 也不用太伤感，好，就这样。啊，哥哥攻势突然一下子，他讲好多，这个让我有点意外。那我去说吧。我就想到啥说啥吧。就先是今天来到这儿嘛，然后感觉。 也没有日落，然后也看不见好看的风景，就本来还挺不开心的。但是后来吃饭的时候嘛，让我自己最开心的地方就是还是跟李志豪同学，就是解开了误会。首先我想说一句，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没事儿，真的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其实，前面一共快10多天，我真的每一天都是那种。 怎么说呢？就是虽然也没有多喜欢他吧，但是情绪也是有一些波动起伏的。比如今天想着说啊，跟他一起玩开不开心啊，然后明天又会想着说，那个今天有没有了解多少啊？就是多少是有一点起伏波动的。当时说开了，这个是我在饭桌上对我自己来说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儿。 再然后就看见了，还有48小时，哇！当时就完全愣住了，就觉得还挺遗憾，总有一种还没开始就结束的感觉。然后好像就没啥了，就算是今天的一个小总结吧。然后就想着说，有什么话就请把情绪都攒到明天一块儿再说。好，说好。流水账。我想今天留言最后还是今天留给孙秀。我觉得这段时间的相处，就是对大家其实既是一场煎熬，也是一种成长。煎熬。今天真的是在通过小鹏的一个契机，然后我正好把它讲出来，然后我就觉得我真的觉得很开心，我能把这些话讲出来。然后秀秀呢，我觉得你真的很像就是迪丽热巴。我觉得她是个很大度、很大方的一个女孩子，
像她自己说，这个东北女孩都真的是给我触动很大，触动很大。我看到这边有把吉他，我很想看一下今天能不能把那个再弹一次。试一下呗，浅谈一下吧，浅谈一下。好的。好了，我自己清唱吧。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Yesterday you told me about the blue sky and all that I can see. Just another lemon tree. I'm turning my head up and down. 上去。整个拉垮。OK， 挺好的。谁也没想到，最后把他们这个事儿解开的人是毛毛。毛毛还挺积极的去做这个事情的。毛毛很适合当一个法官。还在哭啊？还在哭。真的没觉得时间能过那么快。眼睛已经肿了。对。所以我现在开口说话我就会哭，等我缓一会儿。其实我一开始来这个节目之前，我一直很担心，我说以我这种性格，会不会真的有人喜欢我？就是我生活中一直都是大家把我当做好朋友、好兄弟那种，你懂吗？就我很经常会和喜欢的人处着，就变成好兄弟。其实我一直以来，身边的朋友都挺照顾我的，然后他们把我保护得很好，所以我就是你有的时候你看我也挺幼稚的一面，但是我也想去保护你，我也想把最好我认为最好的东西全给你，我也想把我认为最好的东西全给你。其实你知道吗？今天才是我们就是2天在一起第8天。好久哪天就要结束？其实结束了，不就是新的开始吗？但是不能每天在一起了，有自己的生活了。而且现在这样，天天无忧无虑的。之后要面对的问题好多。对，进入社会。但是我觉得这8天我们过得像80天，很充实。我们去干了别人可能这一辈子都干不了的事儿，我们一起跳澳门塔。一起穿藏袍，一起打篮球，一起做滑索道。夏老师，我们俩都敢大胆的去走出这一步，而且我们能够去找到我们属于我们自己，我们认为我们在20岁应该去经历的爱情，去经历的东西。就这段旅程，哪怕最后结束了，只不过我会记住我们每一天那些美好的回忆。夏老师来，夏老师，准备好了吗？夏老师，那必须啊！开心吗？夏老师，哎，你们可以的。你对哪个女生比较有好感？我一直说夏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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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很开心认识你，夏老师。哦，好甜呀！我感觉我眼睛都哭瞎了。春天的来临。哎呦，搞笑！怎么不跑了一本？后面都被我们扯掉了。在天南星1/3的时候，我当时满脑子
我们还有2/3的旅程。对呀，我也哭不出来了。哇哦！他们俩以前抱过吗？好像没看到过。这算是落听了吧，肖老师。我要坐这儿来看。逃开了。你非要加这种解说，又产生裂缝了。那明天大家就没有时间的那个，明天开始没有别的事情，只有这一些，只有这一些。哎，我想问你个问题，你26小时那个大巴，为什么你最开始要坐那么前面？啊？我们前一天聊过的，对吧？我会结束的那一天。你告诉我你想多接触接触新的朋友，没有问题，真没有问题。所以我想要给相对有用的空间，对吧？如果我在，你没有办法和小奥聊得那么开心。